Hello, everybody. This is Olivia from Weedy Dropshipping. 今天我们请来了在物流方面有很多年丰富经验的肖经理，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关于物流方面的小知识。Hello， 我是来自元丰供应链的 Danny 肖。那我想问一下肖先生，贵公司在跨境领域方面的主营业务范围是什么呢？我们主要是从事这个欧美国家的一个海运服务。主要是做海运。是的。然后是主要的国家是哪些呢？欧洲以及美国、加拿大。欧洲、美国、加拿大，然后这方面呢，我们都是已经有了很多年的一个丰富经验了，对吧？是的。之后有考虑往一个东南亚的市场发展吗？还是说还是深耕在我们的一个欧美这边呢？我们目前的话，主营的还是以这个欧美国家的去，但是我们后期有可能会往这个东南亚国家去做一个发展。那Daniel， 我想问一下，现在贵公司在中国这边是怎样跟我们的海外进行一个协同合作的呢？我们目前的话，在德国以及美国当地都是有我们的华人的。我们德国的办公室的话是总共有48个同事在德国办公的，美国的话也是有50多位同事的。目前的话，我们都是与国外是进行的是微信上面的一个沟通，减少了邮件上面的一些时差的问题。我们在德国都是有10几位华人同事，以及在美国也是拥有10几位的一个华人同事在当地的。然后就这样子的话，就更方便我们这边中国跟一个国外的一个交通语言方面的一个障碍，然后沟通起来就更加的顺畅。高效一点点，对吧？那现在海外仓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业务范围，那这些仓库我们的主要的客户群体是哪些呢？我们现在主要服务的群体主要是以在亚马逊以及阿里以及这个独立站的一个客户去作为一个服务的，因为像亚马逊的一个及时的一个出库率、周转率这些在我们的客户那边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也是让国外的第三方末端最重要的这一块去尽快的收到这个货物。所以说我们拥有着5万公尺的一个海外仓，但是我们每天只能操作10到15条柜子这个周转。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出库都是非常的一个小心谨慎，必须要做到这个货损率为0。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要求以及标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力保每个包裹它的破损率都为0，对吗？是的。那现在是咱们已经可以是有达到这一个目标了，对吧？我们基本上现在在我们仓库内的一个出库前的一个操作，现在我们的破损率几乎是为0的。除去一些是在海运不可抗力因素过程中导致的一些破损。那如果说咱们在海运上面运了过来，然后发现我们有一些包裹它是包装有问题的，那我们海外仓这边也是会帮忙处理吗？还是需要销毁这类的货物呢？现在我们的海外仓的话是有提供维修服务的，具体的话是得看您国内这边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简介，是像一些机械类的，可能需要您这边去给我工厂给我们国外海外仓那边去邮寄一些维修的一些设备，就比如说像小件的一些零件，这种的提供到详细的组装图片给到我们海外仓的同事，我们都是可以帮忙进行组装的。那就是不仅仅就是包裹的服务，产品的服务也已经顾及到了，是吧？是的。因为确实也是，像我们有一些客户也有反映到，就是说它的价值，特别是电子产品，如果它的价值比较高的话，然后售后是他们的一个大麻烦。如果有相关的服务的供应商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售后的一个服务来的。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德国这些仓库，或者是我们国内这个仓库，你们是怎样去运营还有管理这些仓库的呢？做到你刚刚说的，就是它有条不紊去做好这个事情。像我们的话，我们每一项的一个像国内您这边从国内工厂进入到我们仓库这一段，我们都是有我们的一个系统，系统上面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系统了，随时可以查看我们货物目前的一个情况，以及出库信息、专柜信息、上传信息、开船信息这些的，我们所有的流程都是有跟踪性的。就是全程我们都是可视化的。那是运用到了一些什么比较高效的一个仓储管理的系统或技术吗？
对的，我们现在目前所使用的是我们的一个 OS 系统。我们OS 系统的话，可以对接上国外的一些代发的 ERP 系统。哦，就是在那边可以对接上一些系统，就在那边可以更高效的处理一些小包。是的，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对于不同地区的一些配送，那贵公司有一些怎么样特定的策略或者是优势吗？有的，像从美西洛杉矶，如果说像我们一些客户，他使用了我们的海外仓，但是客人那边第三方客人那边在美东纽约那边去进行一个购买产品的话，我们会优先选择这个 UPS 这个快递，美国的当地的一个快递去进行一个派送。但如果说是在洛杉矶本地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这个卡车去进行派送的。卡车派送就是点对点从仓库到客户的那个手里面的一个派送吗？是的，是的。哦，就是不用经过快递这个形式吗？对的，都因为我们海外仓的话是有我们的一个自营的一个卡车的。那一般假如说我们在美西的话，因为美东比较远嘛，它不同的一个方向，那咱们在美西的话可以做到一般从下单到客户手里一般需要多少天或多久的时效？像在美西洛杉矶本土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做到当天出库当天送达。哦，在美西的范围内都可以做到，对吧？对，在洛杉矶本土都是没有问题的。像在洛杉矶以及奥克兰这些城市，交通比较发达的，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当天出库当天送达客户手里。如果是去美东的话，那就是根据咱们 UPS 的一个标准的那个时效去执行，对吧？是的。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刚刚也说到，我们仓库的一个执行量大概去到10到15条货柜嘛，那咱们这些货物过来之后呢，我们海外的仓库是怎么去储存还有分配这些货物的呢？因为它可能涉及的一个体积啊，然后它的其他的一个重量啊都不一样。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的一个流程就是从码头那里去把我们的柜子给提回来到我们的海外仓，到我们的海外仓之后，我们有专门的同事进行把柜子里面所有的货物都给拆卸下来，去放在我们的一个卡板上面，去堆码好。堆码好完之后，就按照我们国内这边出库前贴好的一个系统单号以及卖头去进行这个分货。我们国外的话是拥有这个 OS 系统嘛，我们这有那个扫描枪可以扫到对应的单号以及它对应的一个集装箱是哪一个，我们就可以进行在打在固定的一个那个板上面，然后把所有的集装箱里面的货全部掏空出来放置海外仓之后，有专人去进行一个分货，然后对应的客户的下单的地址是哪里，我们统一就按照最优的一个方式去出运。像美东地址的，我们会选择这个快递；如果是洛杉矶本土的话，我们会建议使用这个卡车去运输。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针对海外仓的一些客户，贵公司可以提供哪一些服务还有支持呢？像海外仓的客户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这个仓储服务以及这个修理服务的。那修理服务主要还是以这2个服务为主，对吧？好，修理的话，我们目前是以简易的一些产品去做一个修理的，像带有电子元器件这些产品，还是比较麻烦的。就是每个产品它可能的结构都不一样。对的。然后如果弄错又比较麻烦，对吧？是的。咱们弄好之后就重新包装，然后给它上架。对的。我们的流程是弄好之后，我们会再次发送到国内这边确认产品已经是可以正常使用无误的情况下，我们会反馈到国外仓库进行重新的一个打包，然后送至它指定的一个位置或者是仓库去进行一个上架。就是还是最终是送到哪里，然后维修完之后去怎么安排，是看客户的一个意向，就他想怎么样就可以做安排，对吧？比较灵活一点哦。对的，因为我们在当地全部都是拥有这个华人团队的嘛，所以说我们沟通方面呢是会比较简单一点的。那Daniel，我想问一下，在物流行业里面，一年中它是呈现了怎么样的一个货量还有价格变化的呢？像物流行业的话，现在主要是看一个季节性的。目前的话，季节性的产品比较多的时候，运价就会变高一些。
因为在所有的船东出库出船之前，他们的一个跑船一个航程增加了，航次增加了，他们回来的船就会变少了。像目前来看，我们出口量增加了，以及这个当地的一个货柜的一个需求减少了，这里面我们的一个海运费就会增加一些。就还是以一个季节性为主的。是的，那主要会是在第几个季节？像按照我们的惯例来说，一般是第4个季度是最繁忙的，对的，然后价格也是最贵的。是的。然后一般等好像是，假如说第2季度，咱们过完中国春节之后，它的价格好像就会相对下来一点点，对吧？是的，像第1季度的话，我们都是在与船东去签订这个合约，所以说第1季度的一个价格是会偏高一些的。在末季度完成之后，船东地方会审核我们的一个柜子的一个使用率这些的，去重新制定我们最新年度的一个合约。所以说这个地方就会呈现的这个海运费会变高一些。第1季度，在第2季度，我们第1季度的合约完成之后，第2季度的一个合约是我们重新签订的。在续约的时候，船东会审核我们的一个第1季度的一个量，他那边就会重新去制定我们的一个合约价格。是每个季度这样子去制定吗？还是说1年我们的价格是签订下来的？看合约的，像我们有分季度的，有分年的，还有分当月的，这种的。还有分月的。所以那其实是不是签了你合约越长，然后它的价格就会相对更稳定一点点？合约越长，你需要完成的一个目标就会越高。对，因为像现在不可控因素太多了，就比如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红海那边的，所有的船只都去绕行好望角，所以说导致了这个运力不够，很多船回不来，以及这个集装箱紧缺的情况。所以暂时来说，对我们物流公司来说，可能签1个季度的合约会相对于好一点点，对吧？是的，更加稳定，然后也压力没有这么大，不用签1年。是的，是的。好。像我们季度的话，都是可以去跟船公司去沟通谈这个价格，以及船东地方也会给到我们对应的量的支持。好，那我想问一下，就刚刚也说到1月份还有4月份是一个高峰期嘛？那假如说这高峰期来的时候呢，我们是怎样去处理这个高峰期或者季节性的一些需求呢？因为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个合约嘛，我们是以船东地方去固定这个合约的。但是呢，我们不只合作的是一家船东，我们现在市场上的一个船东，我们基本上都是有去签订这个合约价格。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么久。与多家船东都是有这个密切的联系的。在季节性变化以及说这个爆发的时候，船东地方肯定是会优先提供给到我们柜子的。那咱们就是说，我们这些船啊航班它是有固定安排的，不能说我这个星期出货量特别大，然后我下个周就给他再安排多一点点那样子的一个量啊，那样子。像我们的话都是比较固定的，因为船东地方给到我们的合约，我们完成了这个合约之后，我们就会继续再申请船东当地那边，他有柜子的情况下会给我们放，如果说没柜子的情况下，他会加订给到我们。那我们能透露一下，就是咱们公司有跟哪些船东有去合作吗？像我们现在有合作的比较多的是一个美生，以及 COSCO 中远，EMC 长荣 OCL 这种的。是比较我们密切合作的。基本上都是已经能力比较强的一些大公司。是的，是的，这些船公司的话给予我们的一个支持也是比较多的。像淡季的时候给予我们价格的支持，在旺季的时候给到我们柜子的支持，所以说我们都是互相配合的一个嘛。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假如说我们旺季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货运延误啊，或者是中断这个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应付的呢？像目前来看的话，就近期来讲，红海地方影响的延误是会有产生的，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海运只是我们的一个中间部分，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的一个末端第三方派送这一段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在海运上面耽误的一个行程，我们会在末端
上面去进行一个补充，就比如说加急出库、加急拆柜，以及说加急派送这样子。哦，就末端就是咱们说从货物，然后船东运到了我们美国，然后美国之后的一些后续的步骤，对吧？是的，是的，就是从这里面去提高一个整体的时效那样子。对的，对的，因为在海运过程中，里面存在了很多不可抗力因素，就比如说风暴啊，这些的不可抗力的一些天气影响，这些延误是会有时常产生的，所以说我们也只能是在后端第三方派送的时候进行加急，在保证货物的安全的前提下，去进行尽快的派送到客户的手中。好，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经过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运输的吧，那像我们欧洲的话，还有比较多的一个选择是卡车以及我们的一个铁路这种的，都是比较常见的。像我们现在的卡车的话，都是可以做到全程 GPS 定位跟踪的。那这是我们就在国际物流里面，保证货物安全的一个手法之一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就保证这个货物的安全交付呢？就万一这个货值很高的，我们运到半路丢了呀，或者有什么问题，那这个也是很麻烦的，对我们客户这个我们现在国内这边都是会提前进行购买保险这一块的。我们会根据客户的一个需求，就比如说，这个是可能是货值比较高的，电子元器件之类的，我们会建议您去购买这个保险。当然我们合作的这个保险公司都是我们国内的这边的人寿啊，这种类型的，都是有提供这个货运保险服务的。还是一些赔付能力比较强的公司。是的，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国际物流里面，有什么因素是影响着我们的一个物流成本的呢？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客户特别关心，他们想要就是更好的一个价格优势嘛。在这方面的话，其实物流就是物与物之间的一个移动，最主要的移动的话还是我们的一个船只以及铁路以及这个卡车，最主要就是在海运费，然后铁路费、卡车费这方面的影响支出是比较大的。其次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关税，不同的产品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税的高与低的。像一些产品的话，在当地是有非常高的关税的。这上面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成本。那我看我们的价格上面还有一些是附加费是吧？那什么样的货物会有附加费这一类呢？像一些高货值产品以及服装类的，以及带电的产品，这些都是需要附加费的，以及一些液体类的高货值的这种都是需要附加费的。那这是他们的政策限定的，还是说我们因为物流运输太难了，是我们物流自己给加的？这个是当地的一个政策限定的，并不是我们物流的，因为每个国家之间的一个政治法律这些的都是不同的嘛。所以说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与国家之间对抗，去与这个海关那边去沟通。对，我们跟海关沟通其实是也没什么效果的。我们还是要尽量做到遵纪守法，然后就保证货物的安全过海关那样子，就最高效的方法了，对吧？是的，是的。对，因为我也有听过，就是经常有一些被海关给卡掉的，就是因为它的报关信息不同还是怎么样，就他可能他那个产品跟他的报关信息不一样嘛，然后抽查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在像我们发货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些信息给弄清楚、弄好，避免是的。在出库，在国内您工厂出库之前，就必须要把这些货物的清单详细的给到我们。我们完全是一个合理合法的去作为一个申报。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挑选一些物流供应商呢？因为在我们中国，像我们电商产业带广东啊，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的话，就是大街小巷都有很多不同的物流商提供着很多的物流服务，然后这个市场也是很卷的，也参差不齐。对，所以物流方面的话，首先我们需要看的，它是一个能够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因为我们可以从服务里面可以得知这个公司大概什么样的规模，它的一个海外沟通是怎么样子的，是否是说及时的一个回复，以及说它的一个出库量是怎么样子的，因为
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个船东的合约问题，如果说他们的一个出库量达不到的话，他们船东地方也是不会与他们去签订这个合约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靠谱的，还是需要根据这个服务去制定的，以及他们公司的一个规模。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Daniel 来给我们分享这些关于物流方面的知识。那希望我们在未来的一个合作中有更好的一个业绩在。